你有沒有一種感覺，這個世界好像一直在開一場誰比較厲害的比賽？學生時代比成績，出社會比薪水， IG 比粉絲， YouTube 比訂閱，連吃飯都要拍照，比誰擺盤比較美。然後你滑着滑着，心裡冒出一句話：我是不是不夠好啊？更狠的是，你不是沒努力，你是已經很努力了，但還是有人比你更聰明，更有資源，更會講話，更有背景。然後呢，你開始懷疑人生，是不是只有夠厲害的人才配被看見？是不是只有站在上面的人才值得被肯定？好，今天這段經文，哥林多前書1章26到31節，直接把這個遊戲規則翻掉。保羅一開口就很不客氣，弟兄們啊，可見你們蒙召的，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貴的也不多。翻成今天的白話就是，各位，你們當中其實沒有很多頂尖的。不要生氣，是聖經講的，不是我講的啦。但你有沒有發現，這句話其實很真？教會裡不是沒有厲害的人，但大多數人其實就是普通人。然後呢，問題來了，如果神真的存在，他為什麼不多選一點看起來比較強的？對啊，這樣不是比較有說服力嗎？找幾個天才，幾個名人，幾個資源爆棚的人一起代言信仰，感覺比較容易紅吧。但神偏偏不這樣做耶。保羅接着說，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這句很猛，意思不是說你真的很笨很弱，而是說神刻意不用這世界的標準來選人。然後呢，這就開始顛覆我們整個人生邏輯，因為我們從小被教的是，你要變強才會被看見，你要更厲害才有價值，你要贏過別人才有資格。但神說，我偏偏要用那些看起來不夠格的。為什麼？你以為是因為神很隨便嗎？不是，保羅給了一個關鍵答案，使一切有血氣的，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。翻成今天就是，免得你以為是你自己很厲害。這句超真實，因為人一成功，很容易發生什麼事？不是感恩，是膨脹。升職加薪之後，其實我一直都很有實力。做出成果之後，我早就知道我可以。被人肯定之後，終於被看見了吧。然後呢，你開始把恩典當成本事，但神說，不行，我不能讓你走這條路，因為那條路的終點不是榮耀，是崩潰。為什麼？因為當你把一切建立在我很厲害，那有一天你不厲害的時候，你就整個垮掉。所以神反而用一個很反直覺的方法，他讓你知道你不是靠自己站住的。接着保羅講一句超重要的，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裡是本乎神。翻成白話，你今天能站在這裡，不是因為你夠格，是因為神讓你可以。然後呢，這個然後很關鍵。如果你真的明白這件事，你的人生會出現3個巨大改變。第一，你不再需要一直證明自己，因為你的價值不是從比較來的。第二，你不再那麼害怕失敗，因為你本來就不是靠成功被接納。第三，你不會再看不起別人，因為你知道你也是被恩典撐起來的。保羅最後來一個總結，超帥，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。翻成今天就是，你可以自信，但不要自大。你可以被肯定，但不要忘記來源。你可以站在台上，但不要忘記誰把你帶上來。我跟你講，
這段經文如果套在現代生活，真的很解壓。你不用再跟那個年薪比你高的人硬拼，你不用再因為別人 IG 過得比較精彩就懷疑人生，你不用再因為別人比較有恩賜就覺得自己比較廢。因為神從來就不是在玩誰比較強這個遊戲，那是人類發明的，神在做的是另外一件事，他在找願意讓他工作的器皿，不是最亮的，是最願意的，不是最強的，是最可用的，不是最會表現的，是最願意把榮耀還給他的。所以問題從來不是我夠不夠厲害，而是我願不願意讓神在我身上動工呢？送你一句可以截圖的金句：神不是選最厲害的人，而是讓被選的人知道，一切的厲害都不是來自自己。